熊哥正式搬入新房子了，没有敲锣打鼓，没有宴请宾客，直接拿着铺盖就搬进去了，独自享受野外的宁静。这就是最平凡、最淳朴的野外生存。野外生存界他的烤鸡做得最好，烤鸡界他的野外生存最真实。10多只蘸满料汁的跑山鸡被竹签穿刺而过，一个自制的超大烤架，一堆升腾而起的人间烟火，这样制作的烤鸡我必须打10个。新一天的来临，熊哥正在蒸煮微甜的山泉。今天他要再次出售农庄中的牲畜，水已烧开，近乎野生的跑山鸡已被宰杀。因为新房的搭建已经掏空了熊哥全部的积蓄，他必须要将那些吃得多但不产蛋的母鸡都卖出去，只有这样才可以减轻喂食的压力，并且还能适当补充已经花掉了的积蓄。不过这次熊哥更换了即将要销售的商品，他不直接售卖活体，因为通过近段时间对市场的了解，经过加工的成品鸡可以卖出高于之前2倍的价格，这对于熊哥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。喂养了1年的跑山鸡已被清理干净了羽毛，当然想要加工好这满满一盘的母鸡，先前的工作还需要准备上不少，全部端到刚刚打造好的水泥地坪上，在这里进行后续的处理会更加的干净。先拿出需要调配腌制的调味料，带上柴刀，砍上几片硕大的香蕉叶，将它们分别铺垫在筐里和地上，可以方便鸡的堆放。该进行腌制了，在盆中倒入粗盐，再来上点红盐粉，挤上带有10多种香料的调味剂，最后再来上一份番茄酱，增加味道的层次感。经过充分的搅拌，用于腌制的调料就已成型，只需一点点将其均匀地涂抹在鸡身上，无论是外皮还是内在，就连鸡脚和鸡冠也是一个不落。等到完成，堆在一起的10几只跑山鸡看上去就已经足够诱人了。当然想要让味道能够被完全的吸收，熊哥还需要近2个小时的等待。这次要做最正宗的烟熏鸡。清洗完双手，熊哥来到了不远处的斜坡，因为这里有足够多的枯死树干，只有这种原生态的实木才可以完成烤鸡的工作。几根数量已经足够，它们在燃烧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烟雾。烤制的地点，熊哥选择在新房的旁边，这里之前挖掘出来的浅坑刚好合适，而自己也不需要进行额外的劳动。将搜集来的树干分割成小段，利用枯竹的易燃性，可以更快将它们点燃。火堆已经升起，然而这种过于刚烈的火苗并不是自己想要的，他还要继续等待。农庄中的猪群正在享受着自由的时光，他们可能也在庆幸待会要被放上火堆的不是自己。快速的奔跑可能是他们庆祝的方式，这也是对可能存在危险的先天反应。准备工作还需要继续。牛棚上方的一小片竹林，熊哥还要砍伐一株毛竹来制作超大的烤架，先分割成足够的长度，再劈砍具有一定承重的竹片，摆好对应的造型，间隔大致相同的10字编织，一个巨大的竹子烤架就已完成。远处的大树枝头，林鸟比之前多了不少。熊哥已经嗅到了春天的气息，当然要想做出品相较好的烟熏鸡，接下来的工作才是最重要的。削割一些带有尖头的竹片，它们用来将腌制好的鸡进行固定，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保证鸡的每一个地方都受热均匀，只有这样才可以制作出色香味俱全且卖相过关的美食。准备的工作只剩下最后一波，劈砍4根带叉的木桩，全部削割出尖头，然后再用力夯入火堆旁的4角，它们都是摆放烤架的支撑。等到一切准备就绪，将竹签从鸡翅膀的2侧径直穿过，这样便可将整只鸡彻底铺平开来。经过2个小时腌制的母鸡，此时颜色越发的好看，每一只都摆放好鸡头的位置，这样在烤制好后就可以完全的定型。最后只需将已经燃烧至木炭的火堆摊开，这样的状态才是自己想要的。只有炭火上余留的高温，才可以在不烧焦的前提下穿透鸡的整个身体，它们现在产生的烟雾才是刚刚好。摆上3根横梁，放好已经摆放整齐了的烤架，纯正的荒野烟熏鸡将会在炭火的作用下逐渐散发出诱人的体香。熊哥用手掌试了试，这样的温度刚好，然而想要进行手工翻面烤制，有可能会被烫伤。不过这当然也难不倒熊哥，取一根竹片从中间的位置处打薄，然后再将其放到火堆上进行加热，这样便可轻松的在不折断的前提下将其弯折，最后等其自然冷却。一个可以自动回弹的手工夹子就可以帮助熊哥顺利的进行翻转了。内脏的一面已经烤至焦黄，时间掌控的刚刚好。经过1个小时的不停翻转，烟熏鸡已经完全成熟，之前涂抹的香料已经随着高温完全深入到了鸡肉之中，炭火的白烟让整体的颜色显得更加鲜明，偶尔透露出的金黄足以表明每一只鸡的身份。它们并不是用饲料喂养，而是纯正的粗粮与虫子。熊哥在做最后的检查，毕竟这是第一次进行这么多数量的加工，他必须要确保品质已经差不多了。一只一只取下，偶尔有点焦糊的地方再简单处理一下。经过这么久的烤制，就连烤架上都沾满了料汁，这要是取下来撸上2下，没有2瓶啤酒都对不起渗透而尽的香气。再看看这每一只鸡的成色，虽然熊哥是第一次制作，但是品香绝对没得说。撕扯下一段脚趾，多层次的味觉冲击和酥脆
都让熊哥连连点头。这不愧是野外生存烤鸡做的最好的男人。提来背篓，在周边铺上香蕉叶，干净的同时还能起到保温的效果。熏烤好的跑山鸡一只一只摆放整齐。熊哥将会步行到最近的城镇，到了那里以后也刚好赶上晚市，到时候又不知道会有多少村花会为之疯狂。这样的烟熏烤鸡我都想打10个，又何况是他们呢？那么问题就来了，此次熊哥一共加工了多少只鸡呢？有多少只鸡是完整的？又有多少只鸡在烤制的时候被撕扯下了大腿呢？这是第一次所有野猪幼崽集中进食，它们已到了正式断奶的时候，而这也意味着所有雌性野猪将会进入第2次发情期。新一天的到来，熊哥背上背篓，他要去采挖特意留下的木薯。途中经过柚子园，让熊哥看到了新一年的希望。每一株柚子树上都布满了含苞待放的花骨朵，这样的数量是去年的3倍之多。熊哥开心地笑了，这意味着柚子园已经开始步入高产，而他也将会获得更多的收入。每一根树枝的枝头上都已全部布满，有些甚至已经开花，并且结出稚嫩的果实。柚子花的香气已经开始散发，熊哥也很喜欢闻它们的味道。巡视完一圈，有些不必要的旁枝再顺手砍掉，它们会浪费果树的营养。现在还处于冬季的末尾，而这斜坡上的木薯地也是经过时间的沉淀，将会带来更多。这并不是指果实数量的增长，而是果实会在这个时间沉淀大量的淀粉。这也是为什么熊哥会留下这么一块地没有采收的原因所在，因为大量的淀粉可以让农庄中的牲畜成长得更快，特别是对野猪群来说，淀粉的充分摄入可以很快促进体型和体重的增长。4颗数量已经足够，将果实尽数砍下，这样一箩筐可以制作出很好的一顿猪食。这也是为了给野猪幼崽进行断奶特意准备的。猪群看到熊哥的到来，已经全都聚集在了一起。他们知道熊哥的箩筐里有可以吃的东西，先拿出几颗切成块。部分小野猪可能是第一次吃到，它们还不适应。不过4只成年猪的嘴巴却是一刻都没闲着。唯一的这只成年雄性越发的强壮，它脖颈上的鬃毛就代表一切。还有这只已经2次受孕了的雌性野猪，它的肚子已经有了微微隆起的征兆。颜值担当的纯白小野猪很受熊哥的喜爱，它成长得也很快，个头在同一批中也已算得上强壮。看着这些小家伙进食，熊哥脸上总是会抑制不住地展露出笑容。它们是自己饲养的牲畜，但也是这深山老林中的陪伴。要说最成功的，还是这头杂交野猪一代。它继承了黑猪与野猪的完美基因，在所有的幼崽中体型发育的最快也最强壮。餐前的喂食已经完成，熊哥要正式开始制作猪食了。拿一根木薯进行炭烤，这是自己中午简单的一餐。猪食的蒸煮还需要时间，熊哥刚好可以利用这个间隙来将猪圈进行重新改良，将中间的横梁全都拆下，这样便可直接打通2个舍内的空间。只有这样，才可以将所有的野猪幼崽圈养在一起，并且同时断奶。看看这些小家伙，还在想着要吃黑猪妈妈的奶水吗？如果继续这样下去，会延缓黑猪2次受孕，所以断奶的措施势在必行。当然，这些拆下来的木桩也还有其他的用途，将猪圈4周缝隙较大的地方进行重新的填补，才可以避免这些调皮的小家伙再次逃脱。4周的密封已经差不多了，2根长长的猪食槽应该足以让所有的幼崽全都一起进食了。猪食已经制作完毕，熊哥要利用食物的味道将所有的幼崽引诱进来。旁边特意预留的缝隙只有幼崽可以钻入，如果想要完全靠抓捕，可能会把熊哥累死。这是所有的幼崽第一次进行集中的圈养和喂食，但是因为争抢食物而出现的打斗可能也会在所难免。剩下较稀的部分用来喂养成年猪，丰富的淀粉含量依然可以保证它们吃饱。重新将猪食槽摆放在中间，这样进食的空间会宽敞许多，也能一定程度上减少彼此之间的争斗。所有牲畜的喂食已经结束，熊哥还要继续将新房的结尾工作做完。一车细沙4铲子水泥，准备好所有会用到的工具，安装好的大门还有门框需要搭建。先根据关门时的紧密程度，将2侧的浮板固定，然后沿着边缘进行中空的补缺，等到彻底填平，再用干燥的水泥覆盖一遍表面。这样不但可以让其迅速凝固造型，并且还可以让整体更加结实。等到打磨到足够平整，2侧的浮板即可立即拆除。为了避免可能会存在的脱落，熊哥还在侧边进行了水泥的延伸。待其干燥后，整体的粘性将会使门框死死地吸附于砖块上。还是相同的步骤，还是相同的方法，熊哥又将剩余的2个窗户进行了最后的收尾。转眼时间已到了第2日的清晨，熊哥已来到了2手材料市场。今天他要将窗户和床全都安装好，自己也很想尽快地搬入到新房中。挑选适合的铁钉，不但长度要够，还需要可以钻入水泥墙体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整体足够结实。所有的配件都已采购完毕，熊哥再次回到农庄，先测量好窗户边框的具体尺寸，在板材上标注出距离，然后再按照既定的尺寸进行切割。为了更加方便固定，熊哥先用木桩放在窗户上进行打孔位置的测量，等到确定，先在木板上穿凿出孔洞，然后再从孔洞中对墙壁进行施工。
这样便可100%的保证相互对应。等到孔洞完成，再将膨胀螺帽夯入其中，最后打入螺丝，这样便可将两侧的窗户框架彻底固定。门前的窗户也是如此。等到彻底固定完全，接下来熊哥就要手工打造窗户扇子。废弃的木板已经没有后续用途，将它们装订起来就是现成的材料。按照测量好的距离先行切割，2个一组进行平行摆放，然后再用刚刚剩余的木桩进行相互间的缝合，这样一扇坚固的窗户就可完工。虽然它并不精致漂亮，但是却足够实用。最后一侧安装上荷叶，等到将其固定于窗框，一扇双侧开合窗就已彻底制作完成。而对于屋前较大的这扇窗户而言，熊哥则对其进行外观上的设计。Z 字形的固定不但拥有了一丝美感，从坚固程度上来说也是更胜一筹。虽然这一切看上去貌似简单，但却花费了熊哥整整1天的时间。森林的天空已经逐渐昏暗，还要留下点时间来喂食农庄中的牲畜。浓雾在第3日的清晨笼罩了整座山峰，熊哥要继续完成昨日的工作，将窗户继续进行安装固定。虽然2片山叶一个大一个小，但却非常契合。窗户已经完工，就只剩下床板的搭建了。将购买过来的2手木板依次进行摆放。这2.2米的商务大床，在经过螺丝的固定后，就是杜苏芮都刮不走。当然，这也是熊哥为了老婆孩子特意进行的打造。到时候他们过来探望自己，全都睡在这一张床上，也会拥有足够的空间。即使半夜发出什么声响，床板也绝对不晃，简直就是居家旅行的必备操作。这样的大床，你要不要来上一个呢？新房的打造迎来终章，熊哥终于如愿以偿搬进新家，铺好床榻，独自享受着深山中的宁静。新一天的来临，熊哥已来到了售卖木材的2手市场。这里有很多从别的老房子上拆除下来的木桩，有的经过了碳化，有的已经做好榫卯工艺的处理。虽然它们的价格极低，但却需要自己搬运。老板只负责清点数量和结款。熊哥选择了一堆自己可以用得上的，因为他要将新房的前厅再次进行打造。依然还是那位负责运输的大哥，他在熊哥搭建住房期间，用这辆拖拉机赚取了1400万越南盾。所有的材料都已运送到位，熊哥还要马不停蹄将其全部卸载下来。当然还有这一大摞的海绵瓦，这是铺设前厅屋顶的材料。大哥只会在拖拉机上象征性的帮着打一下下手，他害怕弄脏自己一身阿玛尼。然而现实报很快就降临到了他的身上，拖拉机的刹车出现了松动，他需要躺在地上才能进行维修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这应该是最后一次运输了。毕竟熊哥的房子已不再需要其他的材料，房屋的装修工作正式开始。熊哥很想尽快搬进新家，首先要处理的就是床铺，要在侧边焊接上一个扶手，毕竟床距离地面的高度太高，要是不注意掉了下来，就很可能会受伤。先用手工锯将多出来的木板切割平整，然后再将固定所用的铁柱裁剪出相同的长度和缺口，测量出刚好的长度，在对应的位置上将支撑用螺丝钉死，然后再根据中间的距离进行相同间隔的划分。4根立柱都已固定完全，将把手一点点镶入其中，最后再用短小的螺丝进行加固。等到完成，再将可能会割伤的地方进行精细的打磨。这样的造型会不会让你想起高中住校时承载了你3年的上下铺？当然，这么高的床铺上下都很不方便，熊哥还必须再打造出一个楼梯。这2片木板的长度就很适合，先标记出踏板的位置，然后再进行纯手工切割，修整好边角，承重能力极强的纯实木踏板就已完成。最后再用螺丝进行一块一块的固定，这样一个精致的小楼梯就成了整张床的点睛之笔。这样熊哥每天晚上睡觉都会像新皇登基一样，满满的都是享受。随着大雾完全笼罩，时间已来到了第2日的清晨。熊哥要利用今天来做完最后的准备，搭建一个前厅，这样不但可以扩大可活动的范围，最主要的还可以为木质的门窗遮蔽烈日和阴雨。先测量一下海绵瓦的长度与宽度，只有这样才可以确定承重的立柱需要安放在哪边。距离已经标定，熊哥要挖出半米的深坑。森林的浓雾使熊哥的农庄变成了人间仙境，仿佛只有这里才可以逃离社会的复杂。坑洞已经挖掘完毕，为了让其更加坚固，熊哥决定用水泥砂浆来进行填充和固定。先将和好的砂浆倒入坑中，测量好高度，然后再选择一根粗壮的实木插入坑中，调整至完全对齐，最后用砂浆封住4周，这样可以避免后期白蚁啃食的问题。第2根立柱的操作也是同样，等到完全立起，熊哥还要将水泥地坪的4周用红砖堆砌起一道防水隔堰，这样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因为暴雨出现水流倒灌的情况。水泥的凝固还需要一定的时间，熊哥也该进行前厅房顶的搭建了。先利用废弃的木板制作出一个高的板凳，这样可以方便进行高处的作业。铁钉装订好4角，中间加上1根横梁即可保证稳固。温暖的太阳已经冲破了云层，熊哥也挑选好了用作支撑的横梁，在墙壁的砖缝中夯入2根小的木桩，它们的作用是用于固定。榫卯工艺也在此时体现出了极好的效果，直接将横梁夯入立柱的缺口，
现在只需要在墙壁的一头用一根毛竹进行支撑，即可保证整体的稳定。另外一侧横梁的搭建也是同样，等到最后一根大梁被铁钉死死的夯入，一个立体的前厅房顶就已大致成型。最后再将前沿多出的部分锯掉，利用毛竹进行中空位置的填补，将海绵瓦进行依次的排放，用剩余下的螺丝进行最后的加固。这样一个遮阳蔽阴、遮风挡雨的前厅就已完成。随着第3日阳光照射进森林，熊哥在为住进新房做最后的努力。崭新的门栓装订好大门，这也就有了正式家的模样。连绵的阴雨加上数日的忙碌，之前采摘的芦苇花还没来得及进行销售，再次摆放好进行最后的晾晒。熊哥还要靠它和老少村花进行等价的交换，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了，只需将卫生打扫干净即可搬入新家。多余的木板毛竹全都堆放到一边，精心打造的床铺也要进行最后的除尘。室内室外的地坪在经过清扫后也是格外干净，当然平时生活用水问题也需要提前解决好。熊哥在前厅旁边规划出了位置，他要在这里用剩余下的砖头和水泥打造一个方便冲洗的平台，等到打磨好光滑的地坪，便利的水井台也已打造完成，最后只需要将水管通水即可。连续数月的忙碌，全新的居所终于打造完成。熊哥搬家了，打包好所有铺盖，宽敞的空间和明亮的视线，让一切劳累都变得值得。熊哥终于可以好好享受一下这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了。森林的宁静就宛如自己平静的表情，虽然一切看似云淡风轻，但这全都是自己一人坚持不懈的结果。而对于农庄来说，它的发展与建设也将会迎来新的阶段。野猪幼崽的体型已接近成年，断奶的效果显著，粗粮的摄入让小家伙们成长迅速。而此时的农庄是否迎来了购买猪仔的客人呢？新一天的来临，春风已吹满整片山林，正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，还剩下为数不多的几只鸭子正在清洗着自己的羽毛。熊哥牵着老黄牛出现在视野中，今天他要将特意预留的木薯地采挖完全，这些不会用于销售，经过了冬天洗礼的果实，蕴含着丰富的淀粉，它们正是喂食农庄牲畜的绝佳美食。先将砍断的枝干搜集起来，这些是今年进行木薯种植的保障，而留在地面上的一小节也便利于进行果实的采收，无需用到额外的工具，双手握住主干就可将隐藏在土中的果实拔出。每一处的根茎都很高产，果实的个头也足够大。木薯这种植物是真的好，只需将树段埋入土中，不需要肥料的加持，也不需要人工的投入，1年的生长就可收获出如此之多的果实。采挖已经结束，熊哥还要用柴刀一颗一颗将果实剥离。整个上午的忙碌，所有的果实都已尽数切割完毕。为了更加便利于运输，用麻袋盛装会方便待会进行的操作。熊哥这种封口方式倒是很方便，两端用树枝缠绕，只需将中间的位置捆扎结实，即可保证严实。有没有老铁那边的打包方式是同款的？反正小编是第一次见。装载已经结束，然而这么多的数量，要是全部靠自己扛下山坡，可能会把自己累死。熊哥选择了利用斜坡的特性，他将封好口的每一袋都滚下了山坡，这将会节省大量的体力。最后只需要将这些滚落下来的木薯运送到小路上即可。这里是那辆2手摩托可以抵达的地方，一次前后2袋运输的数量需要熊哥来回跑10几趟。而这些木薯并不是要运送回农庄，熊哥会将它们托运到山下的路口，在那里已经联系好了前来帮忙处理木薯的村民。他要将所有的木薯全都粉碎成沫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方便喂食野猪群。先铺上一块硕大的防水布，此时村民也已应约到达。他带来了粉碎的机器，雨布已铺好，将机器放入中间，去掉车轮。一个可以保持平稳的小型粉碎机是这位大哥自己制作和组装的。除了柴油机，几乎所有的配件都是木板制成。随着一股浓烟喷射而出，木薯也进入到了正式的粉碎环节。别看机器小，但是效果却是真的好。上边送进去的是木薯，下边出来的就是碎末。当然这项工作也需要格外的小心，填充木薯的时候要掌握好分寸，否则2只手就可能会瞬间消失。所以相比于喷溅到熊哥脸上的残渣来说，还是站在旁边帮忙倒出木薯更加的安全。2个小时持续粉碎，所有的木薯都已尽数处理完毕。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这可真是一位好大哥。在原先谈好的价格上，他只收取了熊哥的一半，因为他觉得熊哥很不容易，自己一人在深山老林中开垦出了庄园。同时他也建议熊哥自己能够组装上一台这样的粉碎机，这样他农庄的牲畜后续饲养就会得到更充足的持续保障。随着新一天的来临，熊哥再次来到木薯粉的堆放地，他要将其全部运输回农庄，并且他也将展示木薯粉该如何进行保存。所有的事情都必须亲力亲为，装袋也是同样，几十袋的数量，熊哥足足装了一整个上午，能省的地方尽量的节省。待会自己还要付拖拉机运输的费用，依然还是那位穿着一身阿玛尼的大哥，只不过这小子依然不厚道，他只站在车斗里，近100斤的重量只能靠熊哥自己抬上车。然而熊哥从来都不抱怨，他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自己能够创造出更美好的生活。
崎岖的山路决定了一车并不能全部装载，熊哥需要付2次运输费用。再次回到农庄，熊哥准备将木薯粉直接倾倒在新房子的斜坡下。运输大哥看见熊哥已将新房建起，也是忍不住的参观了起来，并且也给了一些中肯的建议。舒适的气温让3只杂交野猪幼崽瞌睡不断，它们趴在黑猪妈妈的背上，这会让它们睡个好觉。将木薯粉倾倒而下，熊哥将会把它们储存在老房子的旁边。然而相比于新房来说，运输大哥还是对熊哥饲养的野猪群更加的感兴趣。熊哥再次带着他参观了起来。野猪幼崽们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喂养，已经接近了成年的体型。运输大哥再次透露自己想要买上一头的打算，他想要预定自己看好的那一头。等到预定好后，熊哥也在传授自己喂养的经验。农庄的参观再次结束，熊哥也该继续自己的工作了。小推车打上气，他要利用它来将这一袋袋的木薯粉运输到之前存放玉米的地方。虽然只是这么一小段的距离，但是持续的劳动已经让熊哥产生了疲倦。重新打扫干净地板，然后再将四周的横梁进行重新加固。毕竟木薯的重量不轻，要想全部存放在这里，就必须要保证结实。要是出现4角的塌方，那么就很可能会面临严重的损失。固定已经完成，在打扫干净的地板上再铺上一层防水的铺垫，这样便可形成一个密封的空间。最后再将所有木薯粉全部倒入，当然为了能够装下更多，每倒上一层，熊哥就要进行疙瘩的粉碎和铺平。等到与边缘齐平，再用清凉的山泉水进行整体的浸泡。只有这样的操作，才可让这些木薯得到持久的保存。这样以后为猪群制作食物的时候取上一些，这么大面积的存储量，至少可以满足小家伙们近2个月的口粮，并且丰富的淀粉含量也将会让猪群摄取到更加丰富的营养，它们的成长速度也必将会得到大幅度的提升。野猪是抓来的饲料，也是大自然的馈赠。除了较小的一部分开支外，熊哥农庄牲畜的饲养几乎全部都是利润。不过光脚进到泡过水的木薯粉中进行踩踏，会不会把我这几10年的脚气给治好呢？